被休后，我重生了。看见休书时，我刚刚照料了身染重疾的婆母一整夜，我顶着猩红的眸子，听着程哲南义正辞严地说：“我知道你没犯什么错，但雨柔是被休的，我必须休了你，才能保护她。”莫雨柔被休，立刻有人为她休妻。风口浪尖上被嘲笑的女人，自然就成了我。为了这个爱而不得的小青梅，程哲南费尽心思，我气血上冲，晕了过去。再醒来，耳边是嘈杂的声音：“沈小姐，你快醒醒！”我蹙眉睁开眼，入目面色焦急的人是莫雨柔，她一身青色素衣，小脸白皙稚嫩，五官带了几分脆弱的精致，似是跟她大声说话都一惊扰到她一般。我踉跄起身，撑着就近丫鬟的手，扒开人群，冲回了自己的院子，望着闺房内挂着的半面刺绣，我反复手握双手，终于相信我重生回到了3年前。此时我尚未同程哲南定亲，原本我和程哲南是在今日相识的，今日是祖母寿宴，我和他在我家花园偶遇，那一眼少年郎清风霁月，他诞生于我问候，我礼貌回应，原本以为只是简单的相逢，却不想10日后他亲自上门提亲，说对我一见钟情。那时的程哲南是当朝探花，又是阁老亲孙，身份尊贵，自是不可比拟，父母亲乐得开怀，任谁看来都是一门好亲事。我恪守女戒女训，遵从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嫁给了程哲南。成亲后，程哲南专心仕途，我负责各种应酬，上孝顺公婆下照顾年幼小叔，管理后宅，料理生意，所有的凡尘俗事一身抗。不过3年，程哲南官运亨通，成了皇上身边的红人，和各位达官显贵关系亲密，他一路顺风顺水。只是他对我始终尊重的冷淡，他不喜欢与我单独相处，也不会将我的喜好放在心上。小姐，你好些了吗？真的不用请大夫过来瞧瞧吗？丫鬟翠儿温声问道。我回神向她温和的笑笑摇头，不用了。那小姐还要去前厅吗？宴会还没结束。翠儿试探着问道。不去了，你帮我跟桂嬷嬷说一声。我低声吩咐。是，小姐。翠儿应声离开。不去前厅，便不会遇见程哲南。重生一次，我只想远离他和莫雨柔，他们之间的所有纠葛都离我远远的。窗外清风吹过，我忽然想起重生前，我拿到休书压着心痛往外走的时候，恍惚听见程哲南的低声呢喃：若是能回到向你提亲前，我定会勇敢些，求娶雨柔，免得她白受了几年的苦。我忽然自嘲的轻笑出声。从我嫁入程府，面对的就是程府混乱的账目，庞大的开销，复杂的关系，多少个夜里我不曾安眠，我又费了多少心血，才将程府经营成人人羡慕的样子。我独自扛下了多少烦忧，才让程哲南无后顾之忧，他却只心疼莫雨柔，对我的付出视而不见。好在如今我重生了，我想走一条全新的路，与程哲南、莫雨柔毫无关系的路。前世成亲后，我偶然得知程哲南会向我提亲，是因为莫雨柔曾经对着他称赞我温婉贤淑，会是一个好妻子。尤其是看见我们在花园站在一起，觉得很是般配。他希望他娶我，好不痴情的男儿，竟然为了小青梅一句话就娶了不爱的我。今生为了避免前世的悲剧，我果断没有出现在花园，但为了安稳，我必须做好准备。次日一早，我带着丫鬟到了祖母的院子，进门后直接跪拜行了大礼。囡囡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祖母见我如此，自己就要起身扶我，身边的丫鬟婆子急忙上前扶她的扶我的，一时间忙成一团。祖母，请让孙女跪着说完。我郑重地开口，向祖母磕了一个头。祖母见我神色知道事情不小，稳了稳心神。囡囡，你素来是个稳重的，如今如此行事，定是有什么大事，你且说来，祖母定会与你做主。我心里软乎乎的一片。前世我嫁去程家2年后，祖母病逝，那时程哲南的母亲病重，我为了照顾她，错过了祖母的最后一面。如今想来，祖母那么疼爱我，临终我却没能送她，她心里该是怎样的悲凉。我稳了稳心神，哽咽开口，孙女想去寺庙为祖母和父母亲祈福3月，前世莫雨柔是在1个月后出嫁。我和程哲南婚期是2月后，我想离开3月，足够一切尘埃落定，而且我也有必须去平安寺的原因。祖母危症，我父亲是皇商，祖母和太后是手帕交，早早的得了诰命。我虽生在商贾之家，却经常出入皇宫内院，与各大家族的闺秀交好，我处处行为举止端庄优雅，长成了长辈们喜欢的样子，从未逾越半分。近日，祖母和母亲正在为我相看人家，提亲的人也不少。祖母和母亲本想尽快定下我的婚事，我这个时候提出去寺庙祈福，必定是会耽误婚配之事。说起来3月时间不长，但这却是第一次逆了长辈的想法，所以我跪着说是在求祖母应允。祖母伸手示意桂嬷嬷把我扶起来。囡囡，你素来懂事有主意，祖母不问你原因，想去便去吧。你父母那边，我会派人去说。孙女谢过祖母。行礼后，我带着翠儿退了出去。当天下午就从府里出发，去城郊的平安寺祈福。我此次出门带着2个太后送给我的女暗卫丫鬟翠儿，暗中保护的人早就去了平安寺安排。华丽的马车一路出城，经过酒楼的时候，吸引了一众人的目光。程哲南和几个年轻贵公子在饮酒，看见沈家的马车，他神色有些悠远。沈家的马车就华丽，那是沈家是皇商，财力自是不容小视。程兄在看什么？上次沈家老夫人寿宴，程兄去了，可有见到沈家大小姐沈之薇？程哲南收回目光，淡声答道：不曾见到。平安寺环境清幽，我支开翠儿一个人在后山散步。我顺着记忆到了一个山洞前，听见里面有轻微的啜泣声。谁在里面？我避开了树枝，扬声问道。里面的声音停滞了一瞬，接着迸发出更激烈的哭声，呜呜。我快步走进了山洞，看见一个5、6岁的小姑娘，脸色惨白的往我面前爬。她似乎是许久没有吃东西了，整个人虚弱的不行，爬了几步就跌倒在地上。我急忙上前抱起了她。小姑娘，你怎么了？小姑娘打了一个哭嗝，张了张嘴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她忽然发现自己不能说话了，哭得更加伤心欲绝。我急忙安抚，没事没事，你可能是受到了惊吓，别怕，我带你去找个大夫诊治，一定会好的。小姑娘一把抱住了我，瘦小的身体颤抖得厉害。我吃力地抱起小姑娘往平安寺走。翠儿过来寻我，看见一身狼狈的我，惊呼着上前：小姐，这
只是听见陌生的声音，小姑娘吓得哆嗦得更厉害了。我在山里救下了小姑娘，你去让人准备沐浴和吃食，再让人请个大夫过来瞧瞧。我低声说道。翠儿急忙应声去准备。我帮小姑娘沐浴之后，喂她吃了点东西，本想着让大夫给她看下嗓子为何不能说话，但是一旦有陌生人靠近小姑娘，就害怕的直往我怀里钻。翠儿只好带着大夫先行离开。深夜，小姑娘总算是睡着了，我悄悄地走到门外。翠儿上前，小姐，那个小姑娘咱们怎么办？我低眉思索了片刻，这里离上京不远，看她的衣着像是哪个富贵人家的小姐，想必家里也定是找得着急。你安排人回上京问问，谁家在平安寺附近丢了孩子？是，小姐，低调些，别被人钻了空子。我叮嘱道。翠儿应声去安排。一连3日，我每天带着小姑娘，照顾她吃喝，带她一起礼佛。小姑娘的情绪也稳定了许多，她会写自己的乳名妞妞。妞妞见到翠儿已经不再害怕。第4日，我们派出去的人回来了，跟她一起过来的还有顾将军和夫人，以及他们的长子顾长明。妞妞看见步履匆匆进门的几人，下意识抓住我的胳膊，看清楚来人先是一愣，接着嚎啕大哭着扑向顾夫人。我的妞妞啊！顾夫人痛哭失声，紧紧地抱住小姑娘。娘对不起你，都是娘不好。顾将军铁铮铮的汉子几乎老泪纵横，一手拥着顾夫人，一手颤抖地轻轻摸了摸妞妞的头。翠儿低声在我耳边说道。小姐，顾家的小小姐前段时间走丢了，顾家找了许久，只是不是在平安寺附近。我们的人起初没在意，后来听说小小姐也是5、6岁，才去顾家说明了情况，顾家人便找了过来。没想到真的是，我点点头。我知道妞妞是顾家的小小姐，我选择来平安寺，一方面是为了躲避程哲南和莫雨柔，另一方面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救下她。沈小姐，大恩不言谢，您救下舍妹，此番恩情我们顾家铭记于心。日后若是沈小姐需要，我顾长明粉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顾长明走到我面前，他一身英气，眉眼冷峻，向我深深地行了一礼。我急忙回礼，顾统领军言重了，只是举手之劳，谁遇见都不会袖手旁观。顾将军和顾夫人也稳住了情绪，上前，顾夫人擦了擦眼泪，一把握住了我的手。沈小姐，谢谢。沈小姐，长明所言就是顾家所想，妞妞是我们的老来女，从小宠得厉害，没想到被人暗算走失。这几日我们全家都……顾将军顿了顿，沈小姐，多谢。顾将军、顾夫人、统领军，言重了。我和妞妞也是有缘分，只是她惊吓过度，不肯让大夫诊治，现在还不能开口说话，怕是需要些时日好生调养。我说道，看向妞妞的眼光满是怜惜。今生我就下了妞妞，是不是也算是逆转了顾家的命运？前世，妞妞的尸体是不久后在平安寺山中被人发现，抬着嫁妆去送行。前世，顾夫人受不了幼女早夭，一病不起，边境战乱，顾家父子上阵杀敌，顾将军本就身心俱疲，战死沙场，顾家军士气大跌，顾长明力挽狂澜，最终击杀了敌军首领，自己也身负重伤，还未回到上京就撒手人寰。顾夫人听闻丈夫儿子战死，看见灵柩的时候直接撞了上去，自此顾家满门忠烈无一幸存，说起来令人唏嘘。而那个肆意风流的小将军也成了别人口中的遗憾。顾家千恩万谢地带着妞妞先行回京，顾将军已经安排人去请太医到将军府。临行前，我叫住了顾长明，沈小姐有何吩咐？顾长明问道，神色温和。这个你拿着。我拿出一个盒子，亲手交到顾长明手中。顾长明接过打开，神色微正，看着里面厚厚的一摞子银票愣住。这，沈小姐，这是何意？我知道顾将军和统领军马上要出征边关，这是沈家的一点心意，本想托人送去将军府，今日见到统领军，便亲手交给统领军。另外，我已经安排人收粮、囤积棉被、煤炭，统领军若是需要，让人知会沈家商会即可。我又递过去一个玉牌，顾长明看着我纤细的手指，片刻手接过，他的指尖碰触我的掌心，我们2人下意识地各自后退半步。沈小姐大意，我笑笑，此生我愿尽我所能助眼前少年郎意气风发，乘风而上。那年的狩猎场，被他一见惊艳的女子也有我，只是我不敢表达自己的喜欢，我习惯了循规蹈矩，习惯了顺从，即使有祖母和父母的宠爱，我也只想着要懂事。今生我却想勇敢些。顾长明转身的时候，我伸手抓住了他的衣袖，我愿等将军凯旋。我低着头，羞红了脸，这是我前世今生做的最勇敢的一件事。紧张的我手指下意识地收紧，顾长明定定地看着我，半晌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。沈之薇，等我就不能嫁给别人了。3月期夫期满，我回到了沈家。小姐，你还记得那个莫小姐吗？翠儿小声八卦。我点点头，祖母的寿宴上见过她呀，被程探花抬回府里做妾喽。翠儿低声说道，这高门大户哪有正头娘子没进门先纳妾的？见我没说话，翠儿继续兴奋地说道，听说程夫人气得病了好几场，她是真看不上莫小姐的出身，但程探花坚持，最后程阁老都惊动了。若不是阁老发话，程探花本想娶莫雨柔做正妻，结果呀，莫小姐进府之后，程夫人让她跪了好几天，听说她每天都哭嘤嘤地跟程探花告状，程探花跟程夫人发生了争执，程夫人气病了，程探花被御史参了好几本，现在也不敢维护莫小姐了。程阁老昨儿直接带着程探花住在宫里了，说是修撰史书，只剩下莫小姐和程夫人在府中。想来莫小姐的日子不好过哦。翠儿说的绘声绘色，我听来却有种恍如隔世之感。前世我嫁给程哲南，也被程夫人搓磨了一段时间，好在我家世摆在那，又有钱，加上我对程夫人和小叔程哲安都好，日久见人心，程夫人才开始对我好。程探花喜欢就好，我单声应了句，眼前浮现出那个为了心上人无情休妻子的男人的嘴脸，忽然觉得有些好笑。程哲南为了莫雨柔拖我下水的时候毫不犹豫，而如今没了我的这个发妻，
他的信誓旦旦，最终还是屈服在了强权之下，所以他的浓情蜜意只能通过欺辱一个无辜女子来体现，当真是好笑。什么是这么开心？熟悉的男声响起，我回头看向窗子，翠儿轻笑出声：“小姐，统领军这窗户爬得越来越熟练了，奴婢这就去给您准备午膳。”奴婢什么都没看见，顾长明稳稳地落在我身侧，他俊脸微红。自那日我表明心意后，他便时不时地出现在平安寺。我回家后，他也常来，不是带些小玩意，就是小糕点，他能看上眼的，一股脑都带过来给我。统领军怎么就不想着走门？我抬手拍了他一下，顾长明轻轻地握住我的手。我这次来是辞行的。我神色微变，边境要开战了吗？父亲已经准备妥当，我们明日就要带兵出征。顾长明难得神色严肃，一切小心。我低低的应声，不自觉带了几分哽咽。跟顾长明在一起的时间不长，但却让我觉得轻松。我无需戴着面具周旋，可以放下沈家嫡女的压力。我若平安回来，立刻上门求娶；若是我，顾长明用力将我拥入怀中，你便忘了我。我恍然，他这段时间除了光明正大的送来谢礼，谢我就下顾家小妹，再未在公众场所和我有所亲近，原来是打了这个主意。他想我等他，又怕自己回不来误了我，这个傻瓜！我的眼泪扑簌扑簌的往下掉，湿了他胸前的衣衫。傻姑娘！顾长明加重了怀抱，将一根玉簪亲手插在我的头上，然后转身离开。我站在原地良久，抬手摸了摸玉簪。顾长明，你才傻！翌日天明，我早早地从家里出门，往城外五里亭赶过去。今日是顾家军出征的日子，道路两边已经陆陆续续有百姓出来送行。马车刚到城门，有一个幼童摔倒在我家马车前，车夫急忙勒住缰绳。坐在车内的我身体一晃，头撞到了木板上。小姐，你怎么样？翠儿急忙询问。无妨。我掀开帘子看了一眼，幼童的父母也跑过来抱起了幼童，急忙道歉。小姐，抱歉，孩子可有摔伤？我温声问道。翠儿心领神会，虽然有点小抱怨，还是下车帮忙查看了一下孩子，确定孩子无事。翠儿向我点点头。我见那一家三口衣衫破旧，让翠儿给了他们些碎银，才吩咐车夫继续上路。程哲南和几位同僚也在人群中。沈小姐真是如传闻中一样温婉善良。其中一人称赞道：“是啊，听说沈小姐这次给顾家军捐了不少钱款。”另一人附和：“沈小姐大义。”众人纷纷称赞。程哲南的眸子深深地落在远去的马车上，不知为何，心中竟然有种怅然所失的感觉。程兄，程兄，咱们该出城了。好。程哲南回神，跟上众人的脚步。城外五里亭，我到的时候，大军还未到。深吸了两口气，我让人将准备好的物资按照顺序放好。没多久，马蹄声响起，顾将军和顾长明带着顾家军到了五里亭。此时，送行的官员百姓都到了。顾长明穿着一身银色铠甲，周身气场肃然。看见我的瞬间，他愣住了，下意识地翻身下马，大步上前，走了几步顿住。沈长明，你的聘礼我收下了，今日送来嫁妆随你出征，我在京中等你回来娶我。我看着顾长明，不等他开口，高声说道。周围的声音一点点的消失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们二人身上。顾长明眼眶泛红，他几步上前，一把将我拥入怀中。傻姑娘，你一点退路也不给自己留，你是我唯一的退路。长明，我等你。我坚定地说道。顾长明收紧了怀抱，顾将军也上前。知微放心，这小子，老夫一定给你安全的带回来。多谢顾伯伯。伯母和妞妞我会照顾，盼顾伯伯保重身体，平安归来。我急忙推开顾长明，脸颊和眼眶都泛着红。我定平安。顾长明郑重地承诺。我将求来的平安符亲手帮他戴好，他才翻身上马，看着一路绝尘而去的队伍，我心中泛起酸涩。顾伯伯，长明，你们一定要平安归来啊！送行的人群慢慢散去，我收回目光，正准备上车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。程哲南站在我面前，像是极力隐忍着什么，低声开口：“沈小姐。”介意不说话。我看了看他，翠儿上前：“程大人，不方便。”只一句。程哲南脚步不动，似乎我不跟他说话，他便不让路一样。翠儿正要发作，我单声开口：“程大人，男女大防，且事无不可对人言，若有事，在翠儿面前说即可。”我的疏离和冷漠似是让程哲南有些不适，好半晌，他才喃喃地挤出一句话：“你怎么跟顾小将军在一起了？”翠儿脸色一变：“程大人未免管得也太宽了，我们家小姐的事，自然是有自家长辈做主，怎么也轮不到程大人指手画脚。”程哲南猛地回过神，他急忙拱手：“程某失礼，只是关心顾小将军而已。”我扶着翠儿的手上马车，眼角余光都没有落在程哲南身上。这一刻，我确定他也重生了，只是重生后的程哲南更让我瞧不起。明明是他对不起我，却又见不得我有了心仪之人，果然是卑劣自私。一个时辰后，马车进了沈府，我坐在马车上没动。我今日做了从小到大最离经叛道的事，想必消息已经传回了家里。这回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，不知道祖母是否会生气，父母是否会打骂我。小姐，咱们不下车吗？翠儿试探地问道。我深吸了一口，这种事躲是躲不过去，一咬牙下了车，直接去了前厅。果然，祖母和爹娘都在，看见我，三人一起起身，我直接跪在了地上。祖母、爹娘，知微今日行事鲁莽有损。我话还没说完，被祖母直接拉了起来。这丫头说什么呢？你从小到底那个循规蹈矩的样子，我们才担心。我们沈家的姑娘自该千娇万宠也不为过，喜欢什么就去争取。况且那顾小将军人品出众，样貌俊朗，将军府又是那般清明之家，顾家男子从不纳妾，多好的婚事。祖母温声说道。就是啊，知微素来好眼光。我爹跟着附和。知微，你还怕家里人拦着你不成？你若早说，你们婚期我们两家都定下了。我娘也开口说道。祖母、爹娘，你们不担心长明上战场？我错愕地看着他们，原本以为的三堂会审，竟然是他们都心生欢喜。傻孩子，你当咱们沈家没有风骨的吗？祖母轻轻拍了拍我的手。是啊，咱们虽然是皇上重礼，但大是大非面前，爹娘都拎得清。我娘郑重地说道。
如今我家女婿在前线杀敌，你送去的那些东西怕是不够，爹爹这就去再准备些东西让人送过去。我爹说完之后，直接转身离开。顾家只有顾夫人和小小姐在，定是闷得慌。娘去亲自接他们来咱们家暂住。我娘忽然想到什么，也起身就走。偌大的客厅剩下我和祖母二人，一时间我感慨万千，转身抱住祖母，忍不住潸然泪下。傻孩子，哭什么？都是你的福气。长明定能平安归来。那日起，顾夫人和妞妞就被接到了我家。妞妞已经可以简单的说几句话，见到我更是开心。我干脆把妞妞接到我的院子照顾。顾夫人和我娘一见如故。我娘每日带着顾夫人出去我家的店铺，我爹忙着给前线送东西。一时间，我家所有人都忙碌起来，家里热闹又温馨。1个月后，我收到了顾长明的信。顾长明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，跟我讲述了边境的风貌，讲述了我那些嫁妆多让人羡慕，又说了我爹爹后来派人送去的东西又多，搞得他们不像是去打仗的，倒有点游历的味道。边境敌人见我们准备得如此充分，不敢造次，连续吃了几个败仗，他们的士气没了，估计这场仗要不了多久就能结束了。我也如实告知了他京中的情况，让他不用担心顾夫人和妞妞，又说了我已经开始帮顾夫人经营顾家的铺子。想了想，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写上了一句甚是想念，盼君早日归家。让人送信的时候，顺便把我亲手做的新衣也带了过去。很快我又收到了顾长明的回信，他信里说军中的将士都非常羡慕他能收到家书，还能收到新衣服，字里行间满是傲娇。我一边回信一边想着边关将士的不易，于是我亲自去了顾家军在京中的大营，说明了来意，愿意帮助军中将士家属，给边关的将士写信并送达。军属们自然是高兴不已，只是会写字的人寥寥无几。我索性请了京中会写文书的才子们过来帮忙。这件事不知怎么在京中传开，皇后娘娘亲自下旨赞扬我，称赞我是女中豪杰，规格典范。受此影响，不少京中文人主动到军中帮忙书信。我很意外地见到了程哲南，他似乎过得并不好，整个人看起来有几分憔悴。原本应该与他亲近的官员，这回看起来似乎只是泛泛之交，彼此交流不多。他几次想同我说话，都被翠儿挡住了。在翠儿眼中，程哲南脑子有病。忙碌了3日，所有人的家书都准备妥当，我安排人将书信送去边疆，但愿亲人的信件能给边疆的将士带去温暖，也将他们早早地带回家。沈府，我刚刚用过晚膳，翠儿在我旁边欲言又止。翠儿，有话直说。小姐，您今儿是没看见那位程探花看您的眼神有多不对劲？若是姑爷在，一定气死。翠儿碎碎念，怎么了？我不解地问道。我知道程哲南想跟我说话，但毕竟我是真的没看到他，不知道他是有什么眼神，好像要把您拐走一样。翠儿低声说道，您说他是怎么敢的？他家里一堆乱糟糟的事，听说程夫人看不惯那位莫姨娘，前几日又抬了2名姨娘进府，这2名姨娘都不是好相与的。莫姨娘原本还得宠，程夫人在搓磨，也给程探花留了面子。最近程探花也不怎么去莫姨娘那，她的日子真是难过了。翠儿碎碎念，别人家的事少打听。我敲了一下翠儿的小脑袋，小姐，奴婢冤枉，根本不是奴婢想听。世上经理传得沸沸扬扬的，还听说程探花带着莫姨娘参加宴会，莫姨娘小家子气得罪了不少人呢。我笑笑，没再说话。妞妞洗漱好过来找我睡觉，小家伙偶尔跟我一起睡。我这几日忙着军营书信的事，有点冷落他，见我回来，他就过来了。夜色温润，我看着妞妞熟睡的脸颊，莫名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。我已经开始新生活了，真好。转眼到了年关，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收到顾长明的信，虽然我们所有人嘴上都不说，但都是担心的。直到顾家军凯旋的消息传来，沈小姐，咱家奉皇上之命过来给您传个口信，顾将军已经启程回京，估摸着年前能到。皇上身边的小太监特地过来送的消息。这次大胜，沈家的功劳不可小视，沈家出的钱比户部给的都多，皇上自然是龙心大悦。加之我和顾长明的关系已经尽人皆知，皇上乐得做个顺水人情。顾夫人接到消息，带着妞妞回顾府，准备迎接顾将军凯旋。我也抽空就过去帮忙，日子过得忙碌，但充满了期待。10日后，29当天，顾家大军回到上京的日子，我一早接到消息，早早的等在了五里亭。走的时候我送，回来的时候我接。漫天的风雪洋洋洒洒，像是上天降临的祥瑞，百姓们欢声笑语，终于可以过一个安稳的新年。不少官员也过来迎接顾家军凯旋。我先是坐在马车上，后等的焦急，干脆下了马车。我戴着帷帽，身上披着红色的披肩，不停地走来走去。小姐，天冷，姑爷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到，您还是回马车上等，奴婢帮您看着。翠儿心疼地给我塞了一个汤婆子，不用。我垫着脚看向远方，身侧传来悠悠的声音，就那么喜欢他，声音不高，风雪迷眼。翠儿回身看了一眼，我们身后人也不少，影影绰绰，一时间分不出说话的人是谁。他抿嘴嘟囔了一句，谁在说啥？我摇摇头，单声开口，与咱们无关。人群中的程哲南脸色有些难看，他刚想上前，就听见一阵马蹄声传来，顾家军回来了。高亢的喊声传来，人群瞬间兴奋起来。我快步上前，还没看清楚前方，就撞入了熟悉的怀抱。之威，长明，顾长明收紧了怀抱。我知道你急着嫁我，没想到这么着急，都不能在马车上等。我羞红了脸，轻轻捶了他一下。顾长明大笑，向周围官员百姓问好。顾将军也随后赶到，众人热闹一番。顾长明直接钻进了我的马车。你不用进宫面圣吗？我问道。面圣的事，爹爹去就成。顾长明看着我傻乎乎的笑，我也看着他，他比离京前黑了不少，也瘦了，只是眸子里光彩熠熠。想到前世他惨死，顾家人的结局，又想着今生总算是躲过了灾难，我眼眶红了一圈，抬手轻轻地落在他的脸上。傻姑娘，哭什么？顾长明小心地帮我擦掉眼泪。都好了。这次我们把敌军打得毫无招架之力，他们也见识了咱们的富庶，更是不敢再有不臣之心。我已经安排了人在那边经商，只要商业关系紧密，
日子好过了，没人愿意打仗，真的遇上暴虐的君主，他们自己的百姓就会阻止。我说道，我的傻姑娘真聪明。顾长明满眼赞赏，我才不傻，我气嘟嘟，跟顾长明闹在一起。不远处的马车上，一道目光始终注视着我们。大年初3，顾家人上门下聘，两家人欢欢喜喜地商量我和顾长明成亲的日子。最近的吉日是正月16，只是时间太紧了。顾将军说道，他看中的日子是下个月28，但奈何儿子非要让他说最近的日子。我们是急着娶知薇进门，但时间短，怕有些地方准备不到，怠慢了知薇。顾夫人温声说道，那就正月16，婚礼筹备之事不用担心，我们沈家省店都有。知薇的婚服啊，从长明出征那日就已经在做了，百余绣娘赶工，已经做好了。我爹笑嘻嘻地说道。顾长明看向我，眸光热烈，我小脸滚烫，低声轻唤，爹爹，孩子害羞了。我爹哈哈一笑。客厅里氛围好极，一家人热热闹闹，幸福极了。用过午膳，顾长明送我回院子，我们一路闲聊，皇上和皇后娘娘都赏赐了不少东西，我都给你搬来了。顾长明傻呵呵地笑着，抓着我的手微微用力，知薇，我都等不及想娶你回去，所以才把日子往前提，你开心吗？我白了他一眼，快步走在前面。顾长明急忙跟上，开心吗？我不理他，一路闹着到了的秀阁门口，我进去坐坐，不行，成何体统？我娘说了，成亲前要少见面，你先回去。我推开顾长明，他一脸哀怨地站在门口，惹得翠儿和丫鬟们都笑出了声。我一脚踏进门，顿了一下，回身对他说道，顾长明，我开心的。说完，我红着脸跑了进去。顾长明先是一怔，接着整个人像是被欢乐笼罩了一样。我也开心，知薇，我特别开心。傻瓜，我低声应着往里面走。翠儿，你去送他出去，再去我娘那把嫁妆单子拿给我。是，小姐。翠儿应声去办。我迈着轻快的步子进了房间，一进门，我愣住。程哲南，你怎么在这？我转身就要出去，被程哲南拦住。知薇，让我说2句话，说完我就走。程哲南急吼吼地说道。我拧着眉，我和程大人之间似乎没什么可说的，我后悔了。知薇，我真的后悔了，你别嫁给顾长明，我那天应该去花园，应该在那里遇见你，我现在才知道是我离不开你。程哲南哽咽地说道。我刚刚还翻涌的心渐渐平静，我冷冷地看着程哲南，我不顾父母反对娶了雨柔，但是他不像你那般聪慧能干，家里乱糟糟的，他也不善交际，又小家子气，所有的事情都要我来处理，他做不了贤内助，我无法专心做事，频频出错，和同僚的关系也无法亲密。以前你这些都做得极好，是我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前世我看不到你的好，你那么爱我，别嫁给顾长明。我回去之后立刻休了后院里的所有人，我发誓我今生只有你一个。知薇，你别嫁给旁人。程哲南说着上前想要握住我的手，我侧身躲开，冷冷地看着程哲南。程哲南，那天不止你没有去花园，我也没去。程哲南愣住，你也有前世的记忆？程哲南好半晌吐出一句话，我看着他，神色淡淡，是我也有前世的记忆。前世我温良贤惠，替你管家，替你走动关系，你却在明知我无错的情况下休妻。程哲南，我前世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勇敢地告诉父母我不想嫁给你，我有我心中的少年郎。你前世就心悦顾长明？程哲南艰难地问道。我看着他郑重点头，是我心悦他。程哲南像是受到了巨大的打击，踉跄离开。他走后，我缓缓地坐在地上，心口那股压抑了2辈子的不忿终于宣泄了出去。就那么喜欢我？顾长明的声音响起，我整个人被他抱在怀里。你怎么？我愣愣地看着他，我舍不得你，回来看看，刚好看到那个混账来找你。顾长明小心地将我放在床上，你会不会觉得我正在想用什么词来形容自己的经历？我心疼你。顾长明低头吻上我的额头，他声音沾染了几分哽咽。知薇，我们错过了一世，还有今生，我发誓我定会好好对你，此生此世不负，若为誓言不得好死。长明，我信你。在听到程哲南和莫雨柔的消息是我成亲前，翠儿八卦的，小姐，莫姨娘死了，我微正，听说是他偷人被抓住了，他还疯了的说，明明程大人为了娶她休妻都肯，他怎么会是妾室？后来程夫人就命人将他打死了，真是晦气。翠儿说着拍了一下自己的嘴，又忍不住说了一句，程大人辞官了，听说是上山代发修行去了。程夫人差点没气死。程阁老现在已经开始培养另一个孙子了，我没再应声。程哲南如何，已经与我毫无关系，我要守护的是我眼前的爱人。正月16，顾长明骑着高头大马来娶我，经过一整天的折腾，我终于坐在了婚床上，红烛摇曳，情意绵绵。我只记得顾长明温声对我说，知薇，我们是夫妻了。转年，沈家的商业版图遍布各国，极力促进各国贸易往来，边关越发安稳，各国关系紧密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年底，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，是个儿子。顾长明抱着孩子又哭又笑，他哭我受的苦，笑我们的爱情有了延续。知薇，辛苦你了。我躺在床上看着他，真好，我的相公真好，往后年年愿相伴安好。